这是神秘四奥之一雷杰多的首次登场。面对一发光线就将高斯和杰斯提斯消灭的最终兵器千兆恩多拉，雷杰多不费吹灰之力就瓦解了其攻势。然而就在1天前，融合成雷杰多的2位奥特曼还在战场上兵戎相见，杰斯提斯甚至联合怪兽，致使高斯在战斗中陨落，只因两者的立场各不相同。原来人类即将发射宇宙诺亚飞船，将低史珠岛上的怪兽送往广袤的宇宙中，建立新的自由家园。这也正是武藏的终极梦想，找寻出与怪兽共存的方法。然而就在梦想成真的这一天，人类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灭绝危机。此时武藏刚和队友告别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，武藏循声望去，可是又转瞬即逝。此时 SRC 也传来了棘手的消息，在太空中捕捉到了奇怪的电磁波，经过翻译，居然是重置消灭的意思。突然天空中出现一架外星飞船，它缓缓来到宇宙诺亚飞船上空，随即便投下一头机械怪兽葛洛卡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动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，眼看他对着飞船发射激光之际，一道神秘光线将其化解。高斯奥特曼从天而降，面对葛洛卡的光线攻击，宇宙日冕形态下的高斯一脚飞踢就将葛洛卡击败。而就在武藏庆祝之时，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此人便是杰斯提斯奥特曼的人间体藤原树里。可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又有2头葛洛卡降临，随即突发冷箭将高斯死死压制。武藏见状也想和高斯一起战斗，随即拿起灰石化身，一道光融合进了高斯体内，高斯瞬间恢复满血状态，随后切换成日式形态，蓄力发射2道光线击向葛洛卡。葛洛卡直接停止了活动，原以为已经解决了危机，可没想到树里变身杰斯提斯出现在了战场之上，随即发射光线重新激活了葛洛卡。高斯看着这一切一头雾水，为了宇宙诺亚飞船不被破坏，于是利用防护盾挡下了攻击，但杰斯提斯一道光线直接将高斯的护盾打破。高斯不可置信，可刚要解决葛洛卡，杰斯提斯一发光线再次阻挡了高斯，随即便对高斯发起了攻击。高斯质问着杰斯提斯，同为奥特曼为什么要互相战斗，而且并没有进行反击。再次吃下杰斯提斯一发光线后，高斯已然亮起红灯，但此时葛洛卡对着飞船再次发出光线，来不及阻止的高斯直接用身体去阻挡光线。只见高斯的能量逐渐耗尽，最终消散于天地之间。紧接着宇宙诺亚飞船也全都被一一摧毁。随后高斯战死以及飞船被摧毁的消息让民众陷入恐慌之中。此时 SRC 也解读了最后的电磁波，内容显示，我决定对地球生命进行重置，简单来说就是消灭人类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，各国首脑立即开展了联合会议，但没想到杰斯提斯人间体树里早已等候多时。原来杰斯提斯受到了宇宙预言家及创造者德拉西翁的指派，前来地球通告人类，将在35小时后，自己会与最终兵器千兆恩多拉对地球进行生物抹除计划。而原因是德拉西翁预测2000年后地球将会成为一颗危害宇宙的星球，因此为了宇宙的和平，将会向人类在白蚁注视房屋之前将其消灭。这一言论让在座首脑群情激愤，但从全宇宙的角度来看，地球甚至比白蚁还要渺小。SRC 的代表大和田还想做最后的交涉，但美国代表扬言要进行宣战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的人陷入绝望。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，这些人类居然想起了这样的歌声。树里穿梭在人群之中，认为这样的人类就该抹除。夕阳西下，树里回想起白天的战斗，无法理解高斯为何不惜生命保护人类。此时，一只名叫高斯的白色小狗来到脚下，一个小女孩也随即跑了过来，看着女孩脸上天真无邪的笑容，在接过女孩给的2颗糖果后，此时树里也露出了温柔的眼神。夜晚，树里回想起女孩的笑容，消灭人类的内心似乎也有了一点动摇。但此时一群精神小伙驾车狂欢，对着树里言语间满是轻浮。树里3下5除2便解决了这群小混混，再次坚定了人类没有保护的价值。随着千兆恩多拉的抵达，人类精心部署的卫星镭射炮齐齐发射，这可是能够轻松击碎直径500千米的小行星。然而在击中后的一阵耀眼白光下，千兆恩多拉居然毫发无损。不仅如此，各国发射的导弹也无法对一直停留在空中的外星飞船造成丝毫损伤，人类已经黔驴技穷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外星飞船投下了多个格洛卡降临在城市之中，随后格洛卡对准天空发射了几道光线，直接将人类的军事卫星摧毁。至此，人类失去了外太空的防御屏障。更绝望的是，格洛卡直接将炮火对准了城市，原本祥和的城市已然变得满目疮痍。随后 SRC 出动了所有的战机进行抗击。与此同时，武藏的老队友坚信武藏还活着，凭着探测器上微弱的生命反应，在灵奶的带领下，
他们来到了武藏与高斯第一次相遇的那片森林，继续寻找着武藏。而在战场之上，曾经被高斯救过的怪兽纷纷前来援助。利多利亚斯、高尔美蒂、吞龙以及波尔吉尔斯，在地球的生死存亡之际，这些怪兽成为了现如今地球的守护神。树里也不敢相信怪兽会与人类联手。然而，一道求救声吸引了树里的注意，正是此前的那个小女孩。即使树里让她赶紧逃跑，女孩也不想放弃压在碎石下的伙伴高斯。树里不可置信看着这一幕，无法理解为什么一条狗的生命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要。此时，被怪兽压制的葛洛卡进行了合体，开启了第二形态，局势瞬间扭转，直接将几头怪兽击倒在地。但 SRC 并未放弃希望。树里看着这一切，羁绊与守护，树里终于明白了人类存在意义，也明白了高斯为何誓死守护这颗星球。在救出小狗之后，树里大步向前，拿出变身器，化身成为杰斯提斯奥特曼，接住了即将坠毁的 SRC 战机。此时的杰斯提斯也将为了人类而战。面对合体葛洛卡，杰斯提斯一脚飞踢将其重创，在小女孩的声援下，直接拔下了葛洛卡的坚刃，随后蓄力发射光线，将合体葛洛卡击败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外星飞船直接变形成为了机械生命体，其强悍的实力压制住了杰斯提斯。而且在外太空，千兆恩多拉已然逼近地球，人类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，因此伙伴们必须尽快找到武藏。但林乃明明看到了光芒的出现，一直无法找到武藏的身影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，武藏曾经的战友加西星人小河人突然出现，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巴尔坦星人。他们告诉众人，武藏确实在这里，但处于异次元空间之中，所以大家都看不到武藏。而让武藏回来的方法，就是大家对武藏的情感羁绊能够转换成能量唤醒武藏。随后，众人在木塔周围围成一个圈，纷纷回忆着与武藏的点点滴滴，恋人的牵绊，母亲的陪伴，朋友的守护以及队友的羁绊。这些情感纷纷化作光芒，全部汇聚到塔顶，映射进入异次元中的武藏体内。武藏和高斯也感受到了力量的涌入，在呼唤之下终于醒来。随后在一阵耀眼的光芒下，武藏终于出现。只见一道白光划破夜空，直接击飞了机械生命体。光芒散后，高斯奥特曼登场，然后直接化身未来形态，人类也再次振奋了起来。紧接着，高斯将能量输送给杰斯提斯。随后，高斯和杰斯提斯瞬身到怪兽后方，两脚飞踢直接将其重创。虽然机械生命体的实力异常强悍，但在两奥的合力配合下，同时发出光线将其击败。此时，在外太空，雄伟庞大的最终兵器千兆恩多拉深深震撼了 SRC 的队员，两者的差距就像无法逾越的鸿沟，即使倾尽所有的炮火力量，依然无法对其造成一点伤害。此时，千兆恩多拉的重置计划也终于开始启动，毫无办法的 SRC 队员绝望至极，但奥特曼的出现再次燃起了希望。然而，千兆恩多拉的力量已经超乎了想象，两奥合力发出的光线犹如螳臂挡车，并未伤其分毫，而千兆恩多拉只是一道激光，就将两奥轻松击飞，急速坠落之下，两奥与地球大气擦出了剧烈火花。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，高斯和杰斯提斯并未放弃，因为身后是深爱的地球。随后再次发射光线进行迎击，一番扫射之下，犹如以卵击石，并且在与大气长时间的高温摩擦之下，杰斯提斯能量已然耗尽。他用最后的一丝能量为高斯创造更好的输出空间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千兆恩多拉开启了清除装置，将对人类进行最后的审判。人类的结局似乎从一开始就早已注定。看着高温下开始融化的杰斯提斯，伙伴们陷入深深的绝望。但小说还有最后一个希望。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千兆恩多拉一发重置光线剧烈起来，高斯马上架盾抵挡，但剧烈的光线直接击穿了防护盾。在一阵耀眼的白光之下，高斯和杰斯提斯瞬间灰飞烟灭，人类最后的希望也已破灭。而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天空中突然亮起光芒。その輝きの中で真の姿を表す。只见高斯、杰斯提斯计时器相互融合，在人类期盼的注视下，大宇宙的意志，传说中的奥特曼雷杰多登场。只见他撑开双手，使出极光之力，迎着千兆恩多拉的重置光线向前飞去。随后，雷杰多使出终极奥义火花传说，在巨大的能量之下，千兆恩多拉在顷刻间爆炸。
片刻之后，只剩雷杰多屹立在太空之中。而就在此时，宇宙大预言家德拉西翁终于出现。只见战舰铺满了宇宙，他询问着雷杰多为何拯救人类。而雷杰多在解除合体后，杰斯提斯说道：“现在的我终于明白高斯奥特曼为何守护着这颗星球上的生命，因为这些生命体拥有的善良体贴之心，即使在未来也值得我们信任。人类并不愚蠢，他们今后一定会证明这件事。”在一番感染以及雷杰多的威严之下，德拉西翁也放下了成见，将命运交给了人类自己。夕阳之下，地球恢复了往日的和平，希望造就奇迹，未来同样可期。